林洛，世人皆知失落之地俱为蛮夷，可你却当众将此地冠名以华夏，并以炎黄子孙自称，此为罪一。世间诸神皆已现世，唯有此地无神，这足以证明，正因尔等俱为蛮夷血脉，方不得神灵眷顾。可你不但将此地冠以华夏之名，甚至扬言谁说华夏无神，此为罪二。如今面对数万名观众，你仍旧拒绝承认罪行，此为罪三。我穿越过来的，竟然是这样一个世界吗？漫天的神佛，遍地的信徒，全世界都踏入了神灵时代，可唯独华夏，不仅历史断层，就连过往的神话传说，同样被淹没在时间长河里。在这里，华夏大地失去了它的名字，被称作蛮荒之地。炎黄子孙失去了他们的家望，被称作蛮夷。可是凭什么？我华夏的历史比他们更加久远，我华夏的神明比他们更为强大。林洛，尽管你身上流淌着蛮夷血脉，可伟大的光明神是仁慈的，只要你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并面向所有观众致歉的话，你将不必承受火烧之刑。不，我身上流淌着的从不是蛮夷血脉，我是炎黄子孙。林洛，你不要再无理取闹了。根据世界各地有关于失落之地的记载，从来未曾提到过你口中的华夏炎黄，更遑论是神灵。你口中的一切根本不存在。我知道了，原来这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他们曾经存在过，只不过被你们遗忘了。但是没关系，我还记得华夏的不屈，炎黄的骄傲，还有传说中的漫天仙神。那些曾经被你们遗忘的，我通通都记得。林洛，你屡屡犯下大罪，触怒神位，仍旧死不悔改。我宣判，将林洛以罪火之刑处死。既然如此，华夏的火种就由我来亲自点燃。谁言华夏无神明？尔等西方信徒，可曾听闻齐天大圣孙悟空？今日，我便于这熊熊烈火之中布道天下。你本是花果山上的一块顽石，历经了风吹雨打，无数个岁月的洗礼，终于有一天，顽石崩裂，你化作一只石猴，诞生在了这个世界。你行走在山间，食草木，饮山泉，与狼虫为伴，虎豹为友，好不快乐。直到有一天，你自封为美猴王，开启齐天大圣之路。吃人老孙一棒！林洛，你犯下重罪，死到临头仍不知悔改，我宣判你死刑。你曾迟疑过，动摇过，只是为了自由，真的值吗？值得！若天压我，劈开那天；若地拘我，踏碎那地。我等生来自由身，谁敢高高在上？邪神，你竟然召唤出邪神！邪神，林洛，你这个疯子！果然是异端的气息。这不会是真的吧？是黄金骑士利昂，林洛竟然惊动了黄金骑士。
烈阳阁下，有你在场，我可以放心了。神官阁下，这是我应尽的职责。你为何信奉邪神？齐天大圣，乃是我华夏神明正统。华夏？你是指这片蛮夷之地？黄金骑士，从你的身上，我可看不到半点黄金般的品德。神明从未眷顾你们，在这片被世界所遗弃的地方，不需要美好的品德。和这些人是讲不通的。既然如此，那就用拳头来说明一切吧。此人绝非信奉邪神的普通教徒，定是受到了邪神的眷顾。去死吧！这怎么可能？不该存在于这个世上的弑权。黄金骑士，不过如此。够了！你这个疯子，难道就不怕教廷的愤怒吗？我仅仅只是将黄金骑士踩在脚下，便会引发你们的愤怒。那被你们称之为蛮夷之地的华夏，该不该愤怒？那些承受你们鄙夷，却仍要被迫为你们提供信仰的炎黄子孙，该不该愤怒？我华夏的漫天神灵，该不该愤怒？这竟敢做出这样的事！林洛，你一定会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代价。伟大的光明神，您的信徒虔诚祈祷，请你降下无上神力，铲除前方的异端。我竟然召唤出了4翼天使的投影，这可是仅次于最高天使炽天使的存在，哪怕只是一道投影，也能够轻易毁掉这里。我命令你立刻放开光明神的信徒。我若是拒绝呢？我说过，这是命令。这是神威，我的身体竟然失去了控制。天使大人，作为光明神忠实的信徒，我无法容忍这个异端带给我的耻辱，请您允许我亲手将他处决。如你所愿。我等所信奉的光明神，光辉笼罩着世间每一处角落，可你所信奉的邪神却无法拯救你。就只能走到这里吗？我不甘心！你这毛神，竟以大欺小，投打！大圣！我还当是何方邪神，原来是只猴子。区一只猴子竟也敢对抗诸神，简直找死！嗡嗡叫的苍蝇，烦人！这只猴子怎会有如此神威？该死！这个家伙仅仅只是一击，便击溃了4翼天使大人的投影。小子，你可知自己已经闯下了弥天大祸？弥天大祸？悟道天下，与诸神争夺愿力，这条路可不好走啊！愿力终究还是太少了些，竟连这一缕神念都无法维持。哎呀，看你顺眼，就让俺老孙助你一臂之力，重塑根果，大品天仙诀。原来你所信奉的邪神根本无法久留，你今日必死无疑！伟大的光明神，请降临此界，惩灭灾祸！伟大的光明神，请降临。林洛，你的速度这么快，念了？怎么不继续念了？林洛，你若是敢对我做什么，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教廷也绝不会放过你。直到现在，你还是不明白，我与你们之间早已是不死不休。
怎么做到的？这不愧是大圣，仅是一缕神念，便将我的实力提升到如此地步。只是没想到，召唤神灵对身体的负荷竟然如此严重。在教廷援军到来前，我必须尽快离开。这些都是林洛一个人做的。没错，林洛不仅召唤出了邪神，似乎还从邪神的身上汲取了力量。这样的家伙不该存在于这个世上，必须净化他！立刻传我命令，面向整个失落之地通缉林洛。虽然林洛召唤邪神，大闹裁判法庭，残忍杀害教廷神官，这样的恶魔绝不应该继续留存于世。我怜悯骑士来月，以教廷的名义起誓，为了善良的神官，也为了民众的安全，我将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恶魔林洛。哼，怜悯圣骑，还真是虚伪啊！大圣以一缕神念助我出击，可还远远不够。愿力决定着神灵投影所能发挥的战力，自身实力决定着所能召唤神灵的上限。我必须尽快收集愿力，提升自身，方能对抗诸神。已经2天了，还是没有联络的消息，这群没用的废物！我必须尽快收集愿力，提升自身，方能对抗诸神。只要勇于反抗不公，人人都是齐天大圣。这里从来都不是失落之地，而是华夏。我们从来都不是什么蛮夷神器者，我们体内流淌着的是炎黄血脉。人人都可以是齐天大圣，只要你敢想、敢做、敢拼，你就是自己的齐天大圣。此生无悔入华夏。说得好，巍巍华夏，源远流长。巍巍华夏，源远流长。自强不息，炎黄子孙，自强不息。来人呐！自从林洛宣扬邪神之后，据统计，各地陆续出现信奉邪神、获得力量之人。异端猖獗，事态绝对不能再扩大了，否则教廷震怒责罚，你我都承受不起。那你的意思是，利用这些信奉邪神之人引林洛现身，必要时可全部裁决，以儆效尤。许多民众被恶魔林洛蛊惑，信奉邪神，沦为异端。3天后，魔都中央广场，教廷将帮助这些民众进行集体净化。放开我！放开我！利用无辜民众，该死！这就是教廷啊！谦卑骑士充满了傲慢，怜悯骑士又极端的残忍。你们不就是想要引我现身吗？好啊，那我就如你们所愿。这也不算枉费我这段时间以来的成果。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吾将尽所可能的完成自己的职责，帮助可怜的村民逐批进行净化。林洛，此时的你一定正在哪里偷偷看着吧？如果你足够冷漠，就眼睁睁看着这些人一批批被烧死。只要你心里有半分不忍，你的死期就来临了。你胡说！你分明就是想要用我们来威胁林洛哥哥。唉，大家好好看看吧，这个孩子竟然称呼那个邪恶之人为哥哥，由此可见，他受到的荼毒到底有多么严重。才没有！林洛哥哥分明是好人。如果你的林洛哥哥真的是好人，可他为什么不来救你呢？只要你们唾弃邪神，潜心忏悔，重归光明神的怀抱，神依旧可以宽恕你们的罪责。真的吗？叔叔，别信他们，他们从来都没把我们当人看。我们要站起来，反抗！我们都被抓了，还怎么反抗？我不想死啊！林洛他为什么还不来救我们？
懦夫，你不配当炎黄子孙。大叔！这种罪人，杀得好！杀得好呀！神的怜悯和宽容是有限度的，既然你们死不悔改，那就接受净化。不要啊！什么？既然你那么想要见我，若是我不出现，岂不是辜负了你的一番心意？林洛哥哥，林洛，看来你对自己相当有自信呢。只是在你出现的那一刻，结局就已经注定。伟大光明神，请降下你的荣光，禁锢世界一切邪恶。这是光明牢笼，本是为了镇压邪神投影，但现在镇压你这个邪神眷顾者，倒也刚刚好。李玉大人，您要对付林洛，可为什么要将我们一起关起来？这是必要的牺牲，之后我会对外宣称，是你这个邪神眷属者亲手屠戮了无数无辜民众。看来你们这些圣骑的心都是一样的黑呀！我的怜悯绝不会给予你们这些神器之人。背弃光明的可悲异端，神将净化你们这些污秽的蝼蚁。既然如此，就让你们这些自以为是之人感受一下炎黄子民的怒火！大圣，借你神力一用！不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爱不了我心；要这华夏众生不明我意；要你们的漫天诸神都烟消云散！是齐天大圣！是那天的邪神？不对，这是神力附身。林洛，我看你这一次还怎么逃！林洛哥哥，教廷想要我们死，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螳臂挡车，不自量力。我们必须帮助林洛。哪来这么多怨灵？多亏你刚刚的演讲，让魔都民众看清了你们的真实面目。你猜这一次他们会相信谁？陛下的大人，我绝非有意。光明神的神威不容有损，无宣判你罪悔之心。读神者无可饶恕，异端必须全部净化。这座城市已经被异端力量侵蚀，必须得到净化。我们触动了神明啊！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该相信林洛。米迦勒大人，你要净化这座城市，可是我们怎么办？大家不要跑啊！只要我们信奉齐天大圣，为他提供愿力，我们一定不会有事的。求求你们，别再逃了！仅仅因为无法遏制民众思想，偏要毁灭这座城市，你们这些神民未免太过狭隘。高高在上，自以为能掌控一切，终有一日，人们的怒火将把你们的一切焚烧殆尽。这把火就由我亲自来点。
那个人是林洛，他竟然真的倒下了神位。林洛，你毒神者，该死的是你！垂死挣扎。等等，一群蝼蚁，你们怎么敢？你们，原来神明也会不安，原来神明也会愤怒。这些卑贱的爬虫，定会为自己的独身之举付出代价。米迦勒大人，怎么会？赢了！林洛竟然真的战胜了神灵！即日起，此城境内神明进行。神器者唯一价值，便是日以继夜为神明提供愿力，这是全世界公认的真理。对于反抗者，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就是进化。或许有人表面顺从，内心抗拒，只需制造灾难，给予教训，最终由教廷出面解决。你们光明教廷的人，难道就没有一点良心吗？简直就是一群畜生！教廷向来是如此不择手段的。你为何要明知故问呢？事实上，不只是教廷，包括其他教派在内，都坚定地认为，失落之地都是被神明所遗弃的蛮夷，或者说用恶魔来称呼更加贴切。恶魔？到底谁才是恶魔？看来这条路的确不好走，只是我偏要试上一试。杨，我以华夏神力代言人身份宣判你死刑。再有半个月定是失落之地的神祭大典，届时教皇将亲自前来观礼。可是现在，不仅米迦勒大人的头影受创，就连魔都也完全脱离了控制。哎呀，那个废物到底在做些什么？大神官阁下，你何必这么急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既然魔都失去控制，何不连同林洛在内一并抹除掉？没想到，此阅历的加持下，大品天仙诀的境界竟如此迅速。目前，我已达到大品天仙诀的第3个境界——金丹。下面临时插播一条紧急新闻：目前，毛都沿海地区部分出现大量海怪，附近村庄相继沦陷。世界海妖具备神力，背后定是教廷作为。当务之急，还是要尽快解决妖潮，之后再和教廷清算这笔账。救命！救命啊！立刻前往附近村镇避难。海妖的数量还是太多了，根本杀不完。目前我修为不足，而大圣实力又受阅历所限下，想要进一步提升，仍需要时间，我还需要帮手。只是当初我虽成功召唤大圣投影，可身体已接近极限，也就是说，我所召唤的神灵绝不可超出自身的承受范围。也就是说，我所召唤的神灵绝不可超出自身的承受范围。目前，由无尽海妖所组成的妖潮正朝着这边侵袭，没有人会来救我了，包括那些流传于世的神明，因为在世界的认知里，我们是神器之人。但我想说，是这个世界错了。华夏的历史更为悠久，华夏的神明
犹如天上繁星。三坛海会大神，助我除妖！抽龙筋，闹东海，割肉还母，剔骨还父。得太乙真人锤炼，已连我重塑化身。封号三坛海会大神，三太子哪吒。哪吒三太子在此，尔等安敢造次？有着齐天大圣的弟子在前，我所讲述的一切更容易让人信服，收集愿力也更加容易。若非如此，哪吒初次降临，断然不会有如此战力。大圣，既然在此，何不现身？三太子莫急，俺老孙这边来助你。以凡人之躯，同漫天神灵争夺阅历，未曾想世间还有你这般人物。三太子谬赞了，只是眼下这次妖潮，表面来看的确是解决了，可不知何时他们便会再次卷土重来。妖潮背后必定是教廷暗中作祟，若不解决，我心难安。因此，我打算将教廷在华夏的总部连根拔起，以绝后患。还请两位助我。你说过要魔去魔多，可非但没能成功，反倒促使林洛召唤出新的邪神。事已至此，我们只能尝试着联合其他教派了。若是教皇震怒，你我二人都承受不起。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要在神迹大典之前，将林洛以及所有的邪神信徒全部铲除。不好，林洛打过来了！啊！邪神眷属者林洛，他竟然敢来圣城，简直自寻死路！教廷走狗，还不速速出来受死！林洛，你犯下重罪，竟还敢跑到圣城来大闹，找死！够了，和这家伙没什么好说的，直接杀了他！林洛，我正想着如何杀你，可没想到你已经主动送上门来。废话少说，我只问你一句：魔都的妖潮，可是你们在暗中作祟？这重要吗？既然你来到了圣城，那便让你感受一下来自教廷的底蕴了。居住在圣城的每一位民众都是光明神虔诚的信徒。任何敢于冒犯圣城威严的敌人，都将被天使军团践踏毁灭。大圣，三太子，速速助我！这怎么可能？大神官阁下虽然很不想承认，但您的确低估了林洛。当然，我早已提前做好应对之策。我以隶属光明教廷失落之地最高圣骑士长的名义，对圣城所有教徒下达命令，不惜代价请光明神化身降世。你知不知道这会死多少人？你疯了！我无法容忍邪神及其眷属在圣城领域胡作非为。啊！够了！这些力量已经足够召唤光明神的化身了。若是再继续下去，圣城的所有人都会因精神裂耗尽而死。这并非是个人恩怨，而是战争。战争既然已经打响，就必须要有一方彻底倒下。伟大的
的光明神，请您降下无上威力，将这群玷污您神威的异端尽数净化。等等，这个机器，难不成我怎么从光明神的身上感受到了恐惧？是错觉吗？你似乎认得俺老孙。休得胡言，我何曾见过你？大圣，看来这位光明神身上有着不少秘密。你找死！当着俺老孙的面还想以大欺小，来，好打！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原来只是一缕神念。既然如此，你们便通通死在这里吧！光明领域，在这里，任何不属于光明的力量都将受到绝对压制。又何况你们只是一缕神念，你便是他们与这个世界之间的媒介了。只要杀了你，便能铲除他们与这个世界的链接。我早已将自由的种子撒满华夏大地。原以为此番能久留些时日，罢了，接下来还是要靠你自己了。我倒是想亲眼看看，你到底能走到哪一步。林洛，别这么轻易就死了。你们两个竟然为了他自毁神念，莫非就不怕影响本体吗？这一拳是为了大圣与三太子，这一拳是华夏亿万民众的屈辱，这一拳是华夏大地的愤怒。李洛，怎么会？若此人简直可恨，若非是为了对付他，我们也无需牺牲这么多信徒，甚至还惊动了光明神大人。为了教廷，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只是在解决林洛以后，那些为他提供愿力的民众同样不能放过。看来已经结束了。等等，情况好像有些不对。圣城竟然就这么毁了！光明神大人呐，林洛呢？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记得自己因光明领域毁灭，身受重创，便第一时间离开了圣城。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放心吧，除了我和老爹以外，没人知道你在这儿。你认得我？自从圣城毁灭后，你的通缉令遍布世界各地，早就是华夏的大名人了。我昏迷了多久？应该是有7、8天了吧。竟然这么久吗？教廷可有什么动作？据说在圣城被毁以后，光明神震怒，对教皇进行责罚，便令其无论如何都要寻到你的踪迹。教皇为此甚至开出了天价悬赏。那你为何不拿我去领赏？为众人报信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看来我的运气还不错。那你的父亲呢？父亲被教廷抓走了。大神官为了重新修建圣城，命令骑士和教徒们从各地抓捕信奉大圣和三太子的民众，去修建圣城。我父亲也在其中。林洛，等你养好伤以后，可不可以帮我把父亲带回来？好，我答应你。经过3天的休养，我不仅伤势恢复，还成功炼化了大圣与三太子的神念力量。如今的我已是元婴期，大品天仙诀第4境，
那么接下来，大神官，你的死期已至。还不快点站起来！想死吗？找死的是你！林洛，林洛，是林洛来了！是林洛！林洛，我早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陛下，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定会重建圣城，并将林洛及其信徒全部铲除。与你3000教徒，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林洛，你便好好享受接下来这场我为你精心准备的盛宴吧！神国之门开！伟大的光明神，请您洒下神辉，降下神国之门。伟大的光明神，请您洒下神辉，降下神国之门。有数千名教徒奉献生构建而成的神国之梦，所召唤出的可是真正的神，远非之前的投影所能相比。林洛，这一次你与你的邪神将在整个失落之地的见证被真正的神灵碾成齑粉。真正的神灵？不对，数千教徒的生命绝对不足以支撑光明神本体降临。可即便是其他神灵的本体，也绝非我当前所能应对。原来是在面向整个华夏大地进行全程直播，将在整个失落之地的见证下，上次大圣他们助我而自毁神念，短时间无法召唤。不过我早有准备，他与大圣实力相当，理应在我承受范围。司法天神，现圣真君二郎神杨戬，助我应敌。司法天神，莫非是我华夏又一尊神明？就算你召唤出再多的邪神投影，面对真正的神灵，也只有灭亡的命运。强如司法天神杨戬，也曾如凡人一般饱受压迫，拜师玉泉山，踏足修行路，劈山救母，大闹天宫，听调不听宣，掌管天庭律法，绰号司法天神杨戬。就是你！太好了，竟然是米迦勒大人的真神降临！待吾先解决了那个邪神，再来处置林洛。一道神念，这怎么可能？你到底是聒噪！该死！挡住！这怎么可能？那可是米迦勒大人的本体呀！林洛，你召唤的到底是什么怪物？大神官阁下，这可都是多亏了你啊！多亏我？林洛，你休要胡言！无论是二郎神、三太子，还是齐天大圣，所能发挥出的力量，都与愿力息息相关。这一次，我借助教廷的资源，面向整个华夏大地布道，效果果然惊人。真君，我还有一事相求。讲，请真君在华夏境内设下结界，阻止其他神灵擅入，为非作歹。准。即日起，华夏境内为神明禁区。5日后，神祭大典如期举行。只是这一次的神祭属于华夏。教皇陛下，失落之地的神祭即将召开，无论如何，我们都要阻止，否则对于教廷声誉是极大打击。既然如此，此事便交由你来办。届时便由你代表光明教廷出席失落之地的神祭大典。
属下定不负陛下所托，不负光明神所望。以往的这个时候，是光明教廷及其他教派于华夏各地展开神迹仪式，但今日不同，我们华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神明。今日我便于此地，面向整个华夏大地公开布道。想要布道，你得先问过我再说。林洛，不如我给你一个建议，如何？什么建议？放弃布道，提前结束神迹，并撤去失落之地的结界。你们想干什么？若你同意这项建议，并且保证不再宣扬邪教事迹，我可以代表光明教廷免去对你的通缉。建议不错，但是我拒绝。林洛，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若是你继续执迷不悟，光明教廷将正式宣战。依我看，光明教廷早就做好这样的打算了吧？光明教廷所供奉的是顶尖神奇，麾下神灵无数，区区失落之地，怎敢与吾等相争？你若是识相的话，你们觉得华夏好欺负？是吧？司法天神何在？林洛，你要做什么？尔等隶属异域神教，未经允许擅入华夏，肆意妄为，司法天神该如何处置？斩！林洛，你疯了！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们肆虐华夏大地，压迫炎黄子孙，哼！现在竟然问我要做什么？你非要与光明教廷为敌不成吗？我觉得你应该纠正一下你的言论，我并非是想与光明教廷为敌。既然如此，那你……我是要与漫天神灵为敌，你们还不配！啊！当他！司法天神还不动手，更待何时？嘿！林洛大人，若光明教廷真的开战华夏，该如何是好？如今华夏仅有3个神灵，若是光明教会全力开战，很难面面俱到。既然如此，我何不借此机会？哼！若他们当真敢来，必定有来无回。今日我便于此处悟道3日，唤醒我华夏诸神。召唤邪神，杀无使者。林洛，你这分明是自寻死路！你和那群该死的信徒，谁也别想逃，统统都要付出代价！你们这群废物，都愣着做什么？立即传达吾旨意，面向失落之地全面开战！林洛召唤邪神，残杀无辜，触怒神威。失落之地俱为恶魔后裔，本应赎罪，却相助林洛。即日起，光明教廷正式面向失落之地宣战。光明教廷的军队已经陈列于华夏边境，林洛，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便是到我面前俯首认罪。你只有3天时间，3天之后不见你踪迹，那么光明教廷的军队将不惜代价冲破结界，届时所有华夏信徒必将得到制裁。林洛大人，光明教廷定然是提前设下陷阱，引你上钩。他未隐藏意图，而是以华夏信徒为人质。这是阳谋，我不得不去。可是，我意已决，你立刻去着手准备。你们以为仅凭这点手段便能对付我？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失落之地的人们啊，你们看到了吗？3天的时间已至，林洛仍未出现，他已经放弃了你们。接下来，教廷的军队将突破结界，净化一切罪恶。果然
光明教廷的自以为是，都是一个模子印刻出来的。林洛，是林洛来了！林洛，没想到你竟然真的赶来，这不正是你所期待的吗？现在，你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吧。林洛，即便是我，也不得不承认你的勇气可嘉。只可惜，是你执意要与光明教廷为敌。精灵结界。林洛，我很清楚你的手段，总是可以召唤所谓的华夏神灵，从而化险为夷。这一次，在你来之前，我便命人布下禁灵结界，无论是任何人，只要身处这方结界，都会被强行切断与神灵之间的联系。现在的你又拿什么来面对我的骑士军团？自圣城一战过后，迄今为止，我的境界早已达到化神，也就是大品天心诀的第5级。虽说远远比不得神灵，可也绝非所谓的骑士团便能轻易拿捏。没错，这就是我想要看到的表情。怎么样，看到恐惧了吗？若你现在跪下向世人承认自己的罪，兴许我可以给你个痛快。在这处结界内，你也没办法召唤神灵吧？你就不怕作茧自缚吗？作茧自缚？呵呵，就凭你？拿下他！既然如此，那便怪不得我了。这怎么可能？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林洛，你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战力？一定是你提前沟通了邪神，对不对？是你错估了我的能力，仅此而已。教皇陛下，不好了！我们后方遭遇袭击，大批圣坛据点都被毁掉了。你说什么？林洛，你这个疯子，你都做了什么？哎呀，若是俺老孙当初大闹天宫时有林洛这小子当军师，结果怕是就截然不同了。教皇陛下，我们快撤离吧！撤离？凭什么要撤离？全部都给我顶上去！我要林洛死！教皇陛下，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吧，我们已经败了。陛下，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放开我！保护教皇陛下！保护教皇陛下！林洛，我绝对不会放过你！我一定要你和你的信徒统统死无葬身之地！想逃，没那么容易。侥幸逃离了吗？倒也难怪，毕竟是作为教皇，总归是有些保命的东西。只是你能逃得过一时，可逃不了一世。林洛，都是因为你！教皇陛下，您手臂的伤势，只要向神灵祈求，应当是可以恢复。不，这是我的耻辱，我必须要时刻铭记。在林洛死去之前，我绝对不会接受任何治疗。可是林洛的个人实力远超我们的想象，更何况他的身后
还有华夏神灵。那又如何？林洛所展现出的能力的确惊人，可正因如此，相信其他的各方宗派此时已经坐不住了吧？您的意思是，同各方教派组建联军，合力进攻华夏？林洛大人，你以一己之力成功瓦解教廷攻势，简直震撼了全世界。现在全世界各地的网络上，到处都是有关于您的消息。哼，我倒不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光明教廷那边现在有什么反应？光明教廷很平静，并未表现出要再次开战的架势。只是就在昨日，光明教皇以举办生日宴的名义，向各方教盘发去了请帖。果然如此。啊，您的意思是？他表面上是要举办生日宴，可实际上，怕不是要借此机会联合其他教派。既然是各方教派都会出席的场合，我又怎么能够错过呢？这么多教会都来庆贺教皇陛下的生日了，这算什么？神道教和奥林匹斯教可是教皇亲至，而且早就到了。教皇亲至吗？一些客套话我就不多说了。这一次的目的主要是想请各方教派一同出手，组建联盟军队，共同讨伐林洛。讨伐林洛？他是光明教廷的敌人，讨伐他对我们有什么好处？阁下何必装模作样？我相信在接到请帖的时候，你们便已经猜到了我的目的。既然选择来到这里，便说明你们已经做出了决定。哼，果然还是瞒不过你啊！林洛的出现以及华夏的崛起，将会打破世界现有的格局。我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既然大家想法一致，那就很简单了。林洛此人的确不该存在于世。啊，出什么事了？林洛，你竟然还敢来！听闻教皇陛下生辰，在下特意前来为教皇陛下庆贺一番。想必教皇陛下应当不会介意吧？只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诸位竟然借此机会商讨着要如何对付我。不如我给诸位一个提议，如何？啊，这是啥提议？若你们就此退却，我可以考虑既往不咎；否则，接我为敌，不死不休。林洛，你这是在自寻死路！教皇殿下，莫要心急，我还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在我们华夏有个词叫送粥，刚好借此机会为教皇陛下送上一口。这便是你的目的吗？你可知后果如何？哼，教皇陛下，我想您可能误会了。送粥只是顺便，而我真正要做的，是为你们对华夏做出的宣战予以回应。这林洛想干什么？他是不是疯了？若各方教派执意要与华夏为敌，便由此刻开战吧。林洛，你以为这里是华夏？这里是光明城，你竟还敢在此大放厥词！教皇陛下，杀了他！若你们执意要对我动手，那么可以开始了。想我堂堂齐天大圣，有朝一日竟成了旁人的打手。接下来便是下一出啊！开始，林洛，你这是什么意思？教皇陛下，不好了！一只猴子突然从天而降，捣毁了我们一处圣坛。混蛋，又搞分兵奇袭！的确是我安排的，只是远不止如此。教皇陛下，一个踩着火轮、手持钢钎的少年突然出现，一把火烧了我们的神殿。看来两位麾下教众的警惕心并不怎么强啊，幸亏被林洛抓住了漏洞。教皇陛下，不好了！一个3只眼的家伙从天而降，将我们一处神社夷为平地了。林洛，你找死！急什么？这只是一个警告。
若你们执意要在这里对我动手，那么各方教派势必会在第一时间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林洛，你不要做得太过分。过分啊！你们联合宣战华夏，莫非就不过分了吗？更何况就在刚刚，我给过你们机会，可你们并没有珍惜，那也怪不得我了。怎么，教皇陛下是忍不住了？那你不妨试试看。暂且不论能否杀死林洛，可各方教派，包括光明教廷在内，势必会遭受不可挽回的打击。更何况，在光明城开战，最终结果极有可能会像圣城一般沦为废墟。林洛，你到底想要做什么？战争注定无法避免，若是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够将战争尽可能缩小在一个范围。当然，若你们拒绝的话，我不介意将战争席卷至全世界。什么？这怎么行啊？这才打中吗？那你有何高见？我的提议是，以擂台形式召唤神灵进行决战。我可以答应。若华夏战败，则必须抹去一切有关华夏神灵的记载，而你林洛将于世人瞩目下接受光明教廷的审判。若吾等战败，则此后不再干涉华夏内部。不够。你说什么？我说，赌注不够。那你打算如何？若华夏战败，任由尔等处置；可若尔等战败，不要，尔等必须要由我来亲手审判。换言之，我就与你们赌命。这份战书，我神道教接下了。林洛，你莫非当真以为华夏神灵所向无敌不成？这份赌约，我奥林匹斯教也接下了。那么，光明教皇陛下，到您抉择的时候了。既然如此，我便应下这份赌约，又有何妨？只希望最终结果揭晓的那一刻，你还能像现在一样平静。既然赌约已定，那便无需多言，时间就定在3日后。至于地点，听说奥林匹斯教所信奉神灵中有一位工匠之神，想必在短时间内于华夏边境打造一处神灵决斗场，应当不是什么难事吧？混蛋！你到底把神灵当成了什么？怎么？莫非工匠之神做不到？区角斗场，信徒便可以做到，何须工匠之神亲自出手？既然如此，那我便等着各位的好消息了。你，那么接下来我就不打扰各位的宴会了。3日之后决生死。这场由世界瞩目的神灵对决即将开始，为确保对决公平公正，此次对决将对全球进行公开直播。比赛规则为擂台制，华夏队以林洛为首，众教队则是3位顶尖教派，分别召唤3位神灵单独对决，3局2胜。林洛大人，绝对会赢。接下来就是振奋人心的时刻，我宣布对决开始。林洛，既然来到这里，你便再没有了回头的机会。哼，纵然你现在跪下来求饶，也是无济于事。是，那便让我看看你们所谓的神灵究竟有何本事。既然你这么着急想死，那我便成全你。伟大的智慧女神雅典娜早已降下预言，东方恶魔苏醒之际，诸神黄昏即将来临，世间将迎来巨大浩劫。为了吾等信仰，为了脚下土地，吾将召唤战神阿瑞斯。为了信仰，为了土地，于此刻彻底抹去一切灾祸之源。降临吧，阿瑞斯！战神阿瑞斯吗？既然如此，大圣之火！大圣！小子，看来你闹出了不小的动静。耶！接下来交给俺老孙便是。区区一只猴子也敢大放厥词！
吾会亲自将你处决。那便来试试看。这股力量，这怎么可能？这不过是一道投影，根本无法发挥出俺老孙的全部实力。怎么，这便顶不住了？你胡说！是吗？那便再扇老孙一棍！阿瑞斯大人，林洛，是你一定耍了花招，对不对？不过是区区一只猴子，阿瑞斯大人怎会？有着整个华夏大地的民众支持，大圣投影的实力，相较之前无疑是有了质的飞跃，否则断然不是大圣对手。你已经输了，战！看来你输了。输了，那可是战神啊！面对一只猴子，竟丝毫没有还手之力。没想到仅仅是第一场神灵对决，林洛便给予了全世界前所未有的震撼。我宣布，第一场神灵对决，华夏胜。没想到华夏神灵竟然有着这般战力，接下来便轮到神道教登场了。你可有打算？既然神灵投影无法战胜华夏，那么我便召唤神灵本体降临。召唤神灵本体？你可知将会有多少信徒因此而死去？之前米迦勒大人本体降临，米迦勒虽强，但本质还是神仆，而非神灵。你和我都没得选，这是战争，我们必须赢！加油！加油！我宣布，第二场对决开始。司法天神何在？是司法天神，那可是我的偶像。看来这一场我们又可以赢了。司法天神在此。联络，你知道吗？无论你召唤的是哪一位神灵投影，我都是必胜的，因为我将召唤的是真正的神灵。什么？啊？难道神道教的信徒们向八岐大人奉献你们的一切吗？八岐大人将降下无上伟力，为神道教扫平一切障碍。八岐大人，这家伙简直是疯了！哦，竟然召唤神灵本体，这分明是作弊！林洛，面对真正的神灵，你又能如何呢？你和你的伪神必将迎来毁灭。杨戬，我可不是米迦勒那个废物，会疏忽大意，被一道投影斩杀。且慢，这一场我们认。投影破碎，本体也会受创。林洛，我知道你是在护着我，只是对方已经降下神灵本体，若这一场赢不了，下一场你又当如何面对？可是，林洛，相信我，我可不会比那只猴子差。你在瞧不起谁？简直找死！结束了，就在这里终结吧。在我面前，还容不得你猖狂！嘿，你要做什么？我有不能说的理由。简直难以置信！司法天神在最后的关头，竟然选择了和敌人同归于尽。同归于尽？不，我们还有机会。只要最后一场能够胜出，那么最终结果将会是平局。此前我的安排原本是大圣、杨戬、哪吒轮番上场，可若是最后一战，光明教皇也选择召唤神灵本体，那么作为投影的哪吒三太子
只怕会是落得和杨戬一样的下场。我必须召唤更强大的神灵，哪怕身体无法承受，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接下来，我们必须赢下最后一场，若不然，在场的各位必将会沦为林洛的阶下囚，任由宰割。放心，最后一场我势在必得，我定会让他输得体无完肤。接下来便是全世界翘首以待的最终时刻，这是足以改变世界的最终对决，最终胜者将会是谁？接下来，我宣布，最终对决正式开始。全世界的光明教廷成员们，一直以来我们享受着神灵的庇护，可如今轮到我们为神灵做些什么的时候了。接下来，我将打开神国之门，召唤光明神大人的本体降临，神的光辉将洒遍人间每一寸土地。林洛，上一次都是因为你害得我回归神界后被百般嘲笑，唯有让你历经世间最残酷的刑罚，方能洗刷吾之耻辱。林洛大人，若是可以的话，我也愿意献上自己的生命。别人敢的，我也敢。没错，林洛大人，我不怕。都是因为光明教廷，我的父母才会死掉。若是林洛大人有需要，我就何惜此身。在我看来，不去庇护民众的，反而需要汲取信徒生命力的神，根本不配称之为神，是凡人如猪狗，予取予夺者。虽名为神灵，但实为恶鬼。混账！你在胡说什么？武神者死！真武玄天上帝童，当年修道玉真空，极乐宫中慈父母，武当山上正玄通。请道魔天尊真武大帝现身。这怎么可能？那是……果然，以我当前的能力，召唤真武大帝，也是严重超出了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若是真武大帝再强上一些，恐怕我此刻就已是魂飞魄散了。不过，好在我总归是做到了。接下来，请真武大帝出手，驱逐一神，救我华夏。血主，找死！神力流动，就被抑制住了。认输，或者死。认输，绝无可能。你若是真的敢杀我，也是与这个世界所有神灵为敌，整个华夏都会因此而受到牵连。原来你们也会恐惧，只是不知你们的鲜血是不是也和凡人一般，是红色的？真武大帝，还请镇杀此苗！你怎么敢？林洛，我的父神绝不会放过你！输了，就这么输了？光明神大人，怎么会？不，我还没有输。林洛，那些毒液都是你在开玩笑，对吧？你很清楚，若是一旦瓦解各方教派，必将引发诸神的愤怒，所以你绝不会这样做，对吧？哼，我从不和除了朋友以外的人开玩笑。很显然，你并不算是我的朋友。吾等所建立的世界规则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挑衅，林洛必须承受最严厉的神罚。无论是光明神，亦或是米迦勒，皆因此人而陨落。仅仅只是一个凡人，竟能做到如此地步，不过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我的提议是，立刻降下神路，铲除林洛，绝不可再给他成长时间。我没意见。这个混账，简直胆大包天，竟敢摧毁诸神根基！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我来这里，只是想找你要一份名单。光明教廷内，所有曾经做过的高层名单，我需要对这些人逐一进行审判。相信你这些年以来的教皇之位，应当不是白做的吧？对于这些，我的确是知道的一清二楚，只是我凭什么要给你？哼，说是你不给，或者言而不实，那么所有的教廷中高层都将无一例外被处以极刑。命杀错不放我，你已经将光明教廷带入了深渊，现在你还要将这些人带入更深的地狱吗？你真是个恶魔！于我而言，被敌人称为恶魔，无疑是一种赞美。我可以给你名单，只是我有些问题始终想不通，你到底是为何而战？在这个世上，有些事情只有我能做，因为这是我的使命。哪怕为此触怒诸神，也在所不惜。没错。可若是你最终失败了呢？你可想到会是什么下场？若是失败了，那便是失败，仅此而已。你的结局注定会失败。你毁掉了各方教派，对于诸神而言，无异于是在正面宣战。如果我告诉你，我的目的就是在向诸神宣战，你林洛，你已经触怒了神灵，我们会在地狱里等着你。林洛哥哥，那是什么呀？那是诸神所降下的神路，他们要亲自降临这个世界了，神战要开始了。啊，那是不是会死很多人呢？只要我还在，那么谁也不会死，因为这场战争我一定会赢。神路已经降下，最多只要3天时间，神路便可彻底成型。届时我等必将冲锋在前，踏平华夏，活捉林洛。3天也罢，林洛便得让你自在几日，届时你定会为自己的狂妄自大付出代价。附近居民都已经撤离，这里只需要无人机进行拍摄。你确定还要留下来？没错，林洛大人，我一定要留下来。我要亲眼见证这个世界的未来，无论是新生，亦或是毁灭。这样也好啊。神路已成，诸神将至。为对抗诸神，今日将于此地悟道天下，姜子牙岐山封神，共设365路正神，共攻怒造福舟山。后羿射日，竟黎明于浩劫。我就知道，林洛说的果然都是真的。谁言华夏无神明？来吧，我已经准备好了。神路已完成降临，不知两位打算
由哪一方派出先遣部队？纵然林阁的身后有着华夏神灵坐镇，可他们毕竟只是投影，本体无法降临。吾等神机大军则是无穷无尽，所以无论是哪一方，结果都是一样的。不错，吾等还是同时派出麾下，尽快解决林洛，让世界重回正轨。吾以众神之王的名义，面向奥林匹斯众神传达意志：东方恶魔复苏，神路已经降临。即刻起，奥林匹斯众神将与恶魔以神罚。林洛竟能召唤出数量如此庞大的神灵投影，战争已经持续了整整3天，可非但没能活捉林洛，甚至连华夏的边境都未能攻破，简直是一群废物！唉，我本以为自己已经足够高看林洛，可到头来还是低估了他。唉，事到如今，纵然是我们3个亲自出手，可你们又有谁能保证林洛不会留有后手呢？那依你的意思，又当如何？试着讲和吧。若是继续打下去，即便最终我们能赢，恐怕也只会是惨胜。林洛阁下，很荣幸你能接受我的邀请，来到我的神域。现在的你感觉如何？还是说一下你真正的目的吧。既然如此，我便不废话了。此刻在你身下的，正是吾等特意为你准备的第4神位。不过你可别误会，这绝非普通神位，而是吾等3位至高神平起平坐的象征。至高神，其实一直以来，我都很好奇一件事情：为何尔等同为神灵，可论起实力，竟远不如我华夏神灵？在给予你们答复之前，我要先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这个……你的意思是，你们本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受世界意志邀请而来，身为神灵。换句话说，你们其实都是一群伪神，只不过是窃取了真正神灵的名号。如果硬要用伪神来形容的话，倒也没错。可若是没有了我们，这个世界的秩序早已毁坏。林洛，我们之所以对你开诚布公，是希望你能放下芥蒂，加入我们。作为回报，你将成为第4神王。那么，林洛，请告诉我们，你的抉择是什么？林洛，不要相信他们，他们是偷渡者，他们一直都在欺骗你。怎么？短时间无法做出决定吗？没关系，我们可以等。毕竟你的决定足以影响世界。你又是什么人？我是这个世上唯一不会伤害你的存在，因为你就是我召唤而来的。你是？我不能再多说了，会被他们发现的。总而言之，你不要相信他们，但可以先答应他们，之后前往神坛，那里有你一切想知道的答案。哼，作为一介凡人，若能成为第4神王，我何乐而不为呢？哎呀，若是早知如此，吾等又何必大费周折？既然如此，那便请你提前做一番准备吧。吾等必将倾尽神界之力，为你创办一场盛大的加冕仪式。林洛大人竟然接受了诸神的讲和，背叛！这是背叛！我才不相信林洛哥哥会答应他们。这样的结果倒也还不错，可是终究还是有些不甘心啊。
有关你成为第4神王的事情，世人似乎并不看好。这重要吗？没错，凡人的想法根本无足轻重。加冕仪式已经准备就绪，定在3天后的神界祭坛。若是你有亲朋好友，可一并邀请至神界前来观礼。对了，还有一件事，我认为应当征询你的意见。作为凡人登神，我认为加冕仪式的过程有必要向世界民众公开，唯有如此，方可让世人对神灵愈发虔诚。当然，哪怕世人拼尽全力，也注定无法成为神灵，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没意见，一切交给你来安排即可。还有3天，便是揭晓一切的时刻。来吧，林洛神王，在世界的瞩目下，迎接属于你的荣耀。林洛哥哥，你真的要加入他们吗？曾经发生的一切，你都忘记了吗？凡人，你是想要破坏神王的加冕仪式吗？林洛哥哥，不必理会，一切继续。林洛，接下来我将亲自为你进行加冕。林洛，你要干什么？做我该做的事。立刻停下脚步，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拦下他们。若想要伤他，便先过我这一关。你根本就不清楚林洛这么做的后果。林洛，立刻停手！你会毁掉这个世界的。这权杖，竟是世界规则的显化。林洛，你成功了！拥有它，你便掌握了世界规则，是世界的唯一真神。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解放我。我想接下来，各位应该可以开诚布公的谈谈了吧？这其中也包括了你。世界意志，我猜的没错吧？果然是你在背后捣鬼。那又如何？你们这群卑劣者，一群盗贼！林洛，不要相信他，他已经诞生了自我意志，妄想着超脱，想要拿全世界陪葬。没错，若非是我等联手，趁机将其镇压，世界早已毁灭。别说的这么好听，分明是你们利欲熏心，妄图借助众生愿力，成为真正神灵。你们根本不在乎众生，你们在乎的只有自己。能带领这个世界进行升格，走向超脱的只有我。虽然会有牺牲，但一切都是值得的。新世纪终将到来，林洛，你一定要帮我。林洛，不要听他胡言乱语，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判断。你们这些伪神，本就不该存在于世。林洛，你果然做出了明智的抉择。别误会，我虽然不打算帮助他们，可我也从未打算帮你。在我看来，你与那些伪神并无差别。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要将那些被你们埋藏的记忆还给世界。这些记忆，华夏是真的，华夏中谁也是真的。林洛从未欺骗过我们。我就知道，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你从一开始就是在欺骗我们。不错，我的目的只是为了抵达这里。林洛，这就是你做出的选择吗？没错，我不信任诸神，同样也未曾信任过你。此刻起，伪神将跌落神坛，而你将被净化，世界将继续前行。林洛，你该不会真的认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了吧？真的很可惜，若是可能的话，我真的很想和你并肩迎接新世界的到来。事到如今，我不妨告诉你，自你拿起权杖的那一刻，我便已经脱困。可我很庆幸没有第一时间收回权杖，否则也无法知晓你的真实心意。林洛，无论是你还是我们，已经彻底没有机会了。我们
都输了。放心，背叛者们，你们不会这么轻易死去。背叛者必须经历世间一切残酷刑罚。你要对付这些伪神，与我无关。可是林洛，你动不得。说你是本体在此，或许还有资格说这话。可区区化身，这怎么可能？连这么大力都……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你没有任何机会。接下来，便好好欣赏世界的终结吧。这是作为你走到这里的奖励。你看到了吗？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必然的，你无力阻挡。是的，只能走到这里了。不，我还有机会。这么大力的化身，的确无法阻止他。可若是我能召唤出圣人投影啊，则我身体无法承受，会因此而死去。可是，要就这样认输了，真的让人不甘心啊！世间有圣，名为女娲，天塌地陷，女娲烈士补天。山妖之族撑起4级。林洛，你竟然要召唤圣人化身，你疯了！此事迹流传于世，名为林洛，你会死的！女娲补天，圣人助我！哇！怎么会？为什么召唤没有成功？林洛，连圣人都不愿帮你，由此可见，我才是正确的。不过，你已经成功激怒我，这一次我倒要看看你还能依靠谁。去死吧！哦，这是上苍意志。洛哥哥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能依靠的还有我们。大家都听听，当初如果不是林洛大人解决了海怪，我们早就全都死掉。现在林洛大人需要我们，那些伪神的信徒都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们凭什么不可以？说是需要的话，就拿去吧。你们这群蝼蚁，你们怎么敢？哪怕奉献自己全部的生命，也在所不辞吗？你们的心意，我收到了，连你们都未曾放弃，我凭什么认输？这是众生愿力的显化。换句话说，如今的我已经掌握了人皇的力量。众生愿力？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集天地，我集众生。将自身凌驾于众生之上的你，如何还能代表众生？即便如此，可我还掌握着规则之力，你是绝对。世间任何规则，敢于践踏众生，势必将被泯灭。这场闹剧可结束了。虽然是这么久，却是人类如毛饮血，神农尝百草，就是人于疾病；大禹治水，救百姓于洪水泛滥。人族文明，薪火相传，走到今天，已经艰险，是你说断绝，也断绝，值得的，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林洛大人赢了，我们赢了！一切都是值得的，林洛大人。如今战争已经结束，世界将继续前行。可在此期间牺牲的人们，不该就这样被人遗忘。为人皇之名，在此立誓：牺牲者当重新复生，有功者当我的封上。
这竟然是神力，属于我自己的神力！啊！我失去的生命力都回来了！不仅如此，我甚至还获得了神力！我竟然没死，我还活着！太好了，我还活着！尔等窃取神明，骗取众生愿力，并放任信徒肆意妄为，残害世界。事到如今，面对全世界的观众，你们还有话说？我只恨当初没能亲自出手，及时将你铲除。林洛，请给我们一个痛快吧！我曾说过，你们将在全世界的唾骂憎恨中死去。我不会食言。现在我宣判，你们将示众3日，最终在世界瞩目下执行死刑。距离那场世界之战已经过去了6年，世界重新步入了正轨。世界将继续前行，只是这一次，压在人们头顶的大山已然消失。小友在接受封神后，并未留在人间，而是选择回了村子，默默当一个守村人。最喜欢的便是给孩子们讲述自己经历的故事。罗云则选择小时候的梦想，以凡人的身份成为了一个律师。至于我的内心始终存在着一个疑问。猴哥，好久不见。担任天帝的感觉如何？我从未以天帝自居。说是你用守护神来称呼，我倒是更容易接受。这方世界正是以你方能存续，以俺老孙看，便是当个天帝，又有何不可？说起来，我的内心始终存在着一个疑惑，那便是为何我当初试图召唤女娲圣人，没得到任何回应？你曾说过，6年后的今天将会给我答案，现在应该是时候了。跟我来吧，那里有你想要的答案。这是天庭。100年前，域外天魔相继入侵洪荒世界，以众生魂魄为食。起初无人在意，玉帝也仅仅只是派出一些天兵围剿。可域外天魔的诡异程度，超出所有人想象。天兵悉数覆灭，哪怕天庭灵山相继联手，可仍是不敌。玉帝战死，佛祖被囚，漫天仙佛相继陨落。那圣人啊！这就是你想要的答案。自100年起，圣人便已无故失踪，连洪荒世界都无法寻得他们存在。你当初又如何能召唤？那他们去了哪里？这一点无人知晓。林洛，现在的你已经知道了一切，告诉我你的选择。三太子。这里的先神仅仅只是一部分。当初在察觉到无法对抗域外天魔之际，我们便尽可能的将有生力量保存了起来，为的便是反攻的那一刻。那是什么时候？正是此刻。我又一次踏上了前途未卜的征程。只是这次，我不再是孤身一人，我的身边有了越来越多的同行者。几个希望灭亡，可我们仍愿不上一切，战斗到最后一刻，战争才刚刚开始。这里就是天庭。300年前，俺老孙在此闹过，那时虽乱，却满是仙气。如今，南天门都碎了，这哪是战争，这是毁灭。有残魂在西北方向。有了送死的。那现实人皇离落，此地发生了什么？天魔，可实际他们不是傻，
而是吃你的记忆，吃你的名字，吃你为何是神。是呢，玉帝呢？玉帝陛下最后一道神念留在凌霄殿，圣人把自己塞进了窟窿里。快走，他们要顺着气味找来。后来者，若你听得此言，则洪荒气数为尽，天魔作乱，圣人以身为器，风雨归虚为器，洪荒星火不可决于你我之手，虚魔中去世，或可证一切圣迹。归虚利器，火种。是天魔效兵，他们能模仿所需之神。他们在模仿你？玄老孙，化武不成反类犬。打死了！此地不宜久战，他们会呼唤更多同类。行，去归虚利器。这声音才是我的元神。稳住邪神，勿听勿信。封印核心在那里，但是外围有东西守着。这是战死邪神的遗骸，他们被天魔污染了。不能近战，他们的神还是载体，魔气才是本体。没完没了！他的消耗，等风力进一步增多。一起之处有消耗，是水的阴境，他在求救。下部封印只是拖延，必须进去，找到圣人，弄清天魔本质。四门剑，这类系连神使都能扶持啊！需要庞大的thần经愿力固体，现时有1万人族愿力，我可调动。那一点危险，这里我现在先守着。猴哥，撑住！嘿嘿，放心，俺老孙还没打够呢。两位，所有为现实，筹备愿力，唤醒更多神明，我们需要一支军队。是。小子，快点回来！这戏台子快塌了。洪荒危在旦夕，天魔非寻常之敌。他们以为民计为食，归虚封印将破，我们需要更多神明，更多愿力。灵罗哥哥，你说怎么干？全球信图网络初步建成，可同步传递信息与愿力。但高位神灵传说模糊，民众共鸣困难。我一人承载已达极限，所以我提议建立万神殿共鸣体系，由我为枢纽，以苏醒神明为锚点，引导愿力直接唤醒其神系关联者。比如以我为锚，唤醒梅山兄弟、哮天犬。那我可是不换我爹，我哥。正是，首批目标：钟馗捉鬼，可克邪祟；四方神镇守，可稳乾坤。何时开始？3日后，全球同步。罗约，许了准备。是。强我，强迫神拱上根基。阁下，乌南文明守望者残念儿特来提醒：神明非越多越好，过度唤醒如同烈火烹油，加速文明上增，反哺天魔。何解？神话需要矛盾与阴影方有张力。若你强求全善全能的叙事，那被排斥的弹面将化为更烈的魔。昆仑秩序藏有火种，最初人类创造神话的原编码，我可助你平衡叙事。对抗天魔，昆仑虚木。今日领悟炎黄之名，以诸神明为锚，贯通金贯神灵；以诸神明为地，贯通金贯天命，众神一致此之意。东方将一梦惊龙行，青龙避邪，镇守东方；白虎手下，威震西方。
以四象之力换妖冥之叛，终会何在？吾早言过，过度唤醒必引反噬。此乃上古先贤残响，警示于汝。昆仑虚无，葬火种。欲平衡虚实，必先取为起源变马所需。小影、罗云、叶小成，随我准备。猴哥、诸位，稳住死境。能量突出混乱，此地规则与现实不同。林州大人，您的伤。无妨，走。他在讲故事。赤土文明回响，虚无埋葬失落文明，他们的记忆仍在呼吸。一曰全知，一曰全善，一曰全能，择一而入，于路就地。是道德陷阱。全知则冷漠，全善则迂腐，全能则独裁，文明不能极端。我们不选，我们创造第4条路。已创造过僵局，不愧是雷洛大人。好温暖，像是第一次学会用石头砸开果子的喜悦，第一次给星星起名字的浪漫。这就是活着。文明最初的创造出本身，不是知识，不是力量，是那种想要去创造的初心。不好，此地时间流速极慢，但外界已经过去3个月。猴哥的秘密出事，快走！你的故事变成你，真敢想老孙！他们在局级每一次交手，他们的魔方力就更精进一分。我的火箭枪登访出武成威力了，打不死灭剑，别去！更糟的是，他们开始利用封印练习溢出的圣人气息，与我们散发的愿力进行逆向构筑。长此以往，他们可能真正造出反神话军团。不能再用投影作战了，那等于给他们封样本。那咋办？真身进去，练习那块地方，真身进去九死一生。那就组织一支真身异形军，我带队血精锐，携带文明火种，深入烈血核心，执行斩首或修复。我去。我们也去。我们也去。送我一个，送我一个。行了行了，老孙在外头给你们扯旗放炮，牵着大来。了解。哪吒、九天玄女、小友，随我进去。猴哥，外交给你。罗云、小柔，协调现实月的支援。记住，我们的目标不是杀光他们，是找源头，解决问题。嘿嘿，放心去，后背交给俺老孙。孙子们，罪业在此，谁敢上前？此地是诸文明记忆的坟场，骗我如同清道夫，何时消化这些碎片？是圣人契机，但极其微弱。后来者可是洪荒火种？现世人皇林洛，携文明火种而来。圣人天魔本质为何？如何终结？
本质，他们是文明自身的阴影。我们创造神话，定义善恶，定立规则。所有被排除的矛盾、悖论、不可言说，堆积成了阴影。世界融合，阴影活化，便是天魔。他们是我们自己不要的部分。然也，我辈圣人察觉11万，只能以身合道，堵住最大漏洞，叙事起点。那里是一切故事起点与终点交汇处。快去起点！密码世界他们快撑不住了，逻辑漏洞在扩大，天魔之事物创造反叙事，新故事好事。走，法阵撑不久。林洛，带国主走，这里交给我们。小人正好手痒。妖精大哥，哪吒哥哥，小姐们，走！这是女娲圣人的气息。孩子，你来了。神族林洛，拜见圣母。不必多礼，时间紧迫，听我说。此漏洞乃多元文明叙事交汇时产生的逻辑悖论集合，它无法消除，只能疏导或封印。你带来了起源编码，很好，但仅凭此补不了天。请圣母示该如何做？彻底消除天魔，等于抹杀所有文明的阴影面。那样的文明将失去矛盾与张力，成为死水，最终自我湮灭。回忆圣路是创造一个能包容矛盾、统合多元叙事的新框架，将阴影重新纳入文明发展的循环，让天魔成为文明的压力测试与进化催化剂。怎么创造？需要一位叙事主宰，以身合道，永久维系此框架。此人需满足3条件：一，非唯一原生神器可执中；二，身负众生愿力与人道气运；三，手握起源编码。孩子，你是唯一人选。不，云乐哥哥，一定有别的办法，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合道之后，我会怎样？你的个体意识将融入框架，成为背景规则，不再能轻易显圣，不再能与人言笑，但文明不灭，你便永在，存在于每一次创造，每一次抉择，每一次于绝望中诞生的希望中。这是牺牲，也是升华。孩子，你可愿为这万千文明无穷叙事赌上你的存在？快决定！我们要撑不住了。我本是一个意识孤魂，得此机缘，见证并参与了这般波澜壮阔的故事。小友，替我看看新世界的样子。说我的结局是成为故事的土壤，滋养后者开出新花，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小子，能量毒术再超过底层规则，林洛大人，愿你得正永恒。告诉左哥哥，交给我留着，告诉所有人，故事要好好写下去。李赞，叙事主宰。
小子个头见长啊！那破都堵上了，外头那些天魔崽子，散的散，变的变，没得闹腾了。我等被卷入时空乱流，所敬因祸得福，变化了些许天魔本源，修为凡有精进。就是慢得慌，赶紧的！有没有仗的？有没有架的？如今可没大仗打了，不过新框架下，各个失落秘境时有浮现，探索条件守护的小事可不少。你们看那些新星座，像不像有人在重新给星星起名字？监测显示，它们并非实体星球，而是高度凝聚的文明祝福与叙事能量的显化。或许是林洛大人在以他的方式继续书写。它成了规则，成了土壤，而我们要做的是在这土壤上种出更好的故事。东海三州北漠七镇，神明感应同步衰减3成。祈祷回响中有无法解析的杂音，像隔着水墨天雷，模糊不清，但令人不安。派人去查了吗？真武大帝已亲往东海，但……小子们，俺老孙发现个新陷阱，西边新冒出来个秘境，里头有座神殿。修得跟咱南天门似的，可里头供的神像怎么了？跟俺老孙跟3只眼的那帮小子长贼像，可那眼神不对劲儿。文字似曾相识，但语法逆转。这里记载，镜像既然若见此殿，勿惊勿慌，我话到时便知。框架运转，故事流转，必有回响生于镜像。他们非敌非友，乃是另一种可能。林洛大人早预料到，叙事框架会产生副产物。另一种可能。学小爷学得还挺像，就是这里，跟签了800年功的似的。是枪？那谁啊？借云之意，肃清。你不是我，你是什么东西？代号燕无如此，指令维护暴天阵，清除无序变量。铁甲元不是怨念，是被设定好的规则。非声明，非怨奏，是从我们自身叙事框架中复制、折射出的信息产生命体，如同镜子里的倒影。无奈昊天，正统唯一，汝等无需之引，悖逆之象，当归于镜像或被肃清。正统，镜子里玩意儿也敢称正统？吃老孙一棒再说！力量同源，秩序 VS 无序，汝等选择。我们选择做自己。林洛哥给的未来是自由的，不是一面只能照出死板倒影的镜子。那么，叙事之战不可避免，拭目以大待。家伙要如此，说跟背书似的。打法不要命，但我能感觉到，他好像没有开心、不愤怒这种情绪。镜像神系是我们叙事中被压制、
或舍弃的那些可能性的结合。例如，若当年孙悟空未曾反抗到底，而是最终臣服于绝对天条，或许便是那斗战胜佛的模样。他们代表绝对秩序，服从，消除变量，是我文明选择的另一面。记者是同源，能沟通吗？编号749华夏叙事语，检测到大规模叙事污染与镜像悖论，执行干预。缘起，新设主宰框架，注册者联络，打破叙事隔离原则，指核心故事万一，生成不稳定镜像叙事集群，编号镜像昊天。提供解决方案：一、主体叙事集群华夏自我封印，退回原初界限，我等将执行镜像修剪。二、接受叙事校准试炼，与文明战场与镜像集群进行本质对决，胜者获得此域叙事主导权，败者息态消散。退回去，做梦！试炼内容：试炼将具象化双方文明核心精神，解决特定文明难题，形势不定，以结果裁定。我们选第二条路，林洛哥哥留下的不是头路，我们要未来，就不要怕挑战。确认文明战场开启。首试炼灾变应对，限13日。评判标准：解决灾变，延续此届文明火种开始。凶猛，但非无门可循。开山引流，导出海，和解。地火爆裂，即可驯服。以火尖枪为引，导其热能，断气不取暖，化害为宝。俺老孙来规划世道，应让每一滴水都去该去之地。主角的天幕，隔绝天水，是有何威风？镇压地火。建秩序壁垒，划分安全区，牵引生命内外放弃。时间到，评估华夏方案，利用灾变激发文明活性，促进技术发展，生态良性循环。评价优秀。镜像方案，绝对控制，规避风险，牺牲发展潜力与外部生态，高效但不可持续，首战华夏上。我等本是一体，我等消散，如不能一将残血。我的色全笔，关于严刑峻法的那部分改良减弱了，并非消失，而是难以调用。你这么一说，俺老孙也觉得哪不对劲儿，不是力气小了，是心里那股闹得天翻地覆的念头，好像没那么冲了。是因为镜像战败消散，带走了我们自身与之对应的那部分可能性吗？我们分析了战场数据，镜像神系本质是你们叙事中被压抑、或未选择概念集合，它们的存在与你们本质构成一种动态平衡，一方的剧烈变动必然影响另一方。昊天上帝最后的话，恐怕不是危险，是陈述。光越亮，影越深，孩子，你的框架包容了阴影，却也让阴影软行。镜像非敌亦非友，那是汝等亲手割舍的救我或利我。割舍的救我？假设文明是一个生命体，每一次重大抉择都将细胞分裂，选择了反抗，就必然产生一个潜在的服从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并未消失，只是被主流叙事压制，沉入集体潜意识阴影中啊！那我怎么办？难不成把自己劈成2半，一半给他们呢？或许不是消失，也不是融合，而是承认其存在，并找到新的相处方式。第二场试炼准备：文明传承，目标将自身文明核心精神传递给一个原始种族，实现战场内10年。评判标准：文明传承的广度、深度与可持续性。镜像方已申请观摩学习。观摩学习态度变了，管他呢，兵来将挡。
没躲。未决数据已宣布，感谢传代。你们那边没这些零嘴吧？昊天正统，无需口腹之欲，维持能量即可。哼，没气儿。哎，你看那帮小猴子，像不像当年花果山上的孩儿们？花果山数据检索，却有欢乐记忆存档，已被恪守天规优先级覆盖，被覆盖。不是忘了吧？未忘，只是不允许成为主导程序。哼，现在有没昊天盯着，尝尝这个，甜的就当俺老孙请客。不行，我们的力量就互相打架。秩序含蓄无序，听你招认。一定要办法，璎珞哥哥的框架能包住万物。啊！你继承了那位主宰的胸怀与气量，或许我等镜像未必只有消散或征服两条路，或许存在第三条路。检测到世界出现错误，危险等级中，执行格式化清理。自由反抗，这些念头怎么有点模糊，像蒙层灰。我司法权柄中明辨是非、灵魂裁判的部分，只剩下机械执行的概念在加强。不爽，憋屈！为什么想打架就冲动如若？清除错误变量，恢复协议纯净。不会就这样结束。璎珞哥哥相信的未来，我们共同守护的文明，不会因为一个冰冷的协议就消失。检测到已注册主宰框架核心印记，与当前清理目标存在有机关联。清理指令与协议保护指令冲突，申请协议复核。复核期间维持现状。警告：任何试图破坏封锁行为将视为对抗协议。谢谢哥哥，我们还没输。分析现状，清者是司办程序，只底层协议。璎珞大人的框架是已注册合法存在，关键点在于让他判定我们的融合模式是框架的合法演进，而非错误杂交。如何证明？举证证明这种融合，第一，产生了积极结果；第二，未导致任何一方叙事崩溃或核心污染；第三，获得该世界本土意识的接纳。这是叙事健康的重要指标。说得轻巧，那铁疙瘩会听，他会听证据。我们需要把刚才发生的一切，我们的协作、世界的得救，还有他们态度的转变，都变成他们理解的数据，塞给他。开！信任是你们的核心概念之一，对吗？是。那么展示信任，
一诺哥哥是土壤，是框架，而我是种子，是传承者。传承的真意，不是原封不动的复制过去，而是在新的土地上长出属于自己的未来。真正的文明之火，不怕阴影，因为阴影让光明更显珍贵；不怕异己，因为异己让自我更加清晰。我们选择融合，不是要变成对方，而是要在保持自我的同时，理解并尊重另一种可能。这种和而不同，才是林洛哥哥框架里最宝贵的生机。事件重组中，本次格式化清理指令撤销，封锁解除。小子们把家收拾得不错，老孙老远就闻见桃香了。大圣，杨戬大哥、哪吒哥哥，欢迎回家。此次探索幽暗星域性不秘密，与数之与文明残破建立了突破联系。那边有集体神秘，大家方式很有意思，就是有点脆皮。对了，家里最近有啥热闹没？闷死小爷了。热闹不少，但都是文明级的热闹。新发现的3个秘境文明正在和我们进行接触。连流带人的气息无处不在，尤其在每一次创造诞生。每一次分期和解的时候，看，那些星星又在变化了，像是有人继续书写星空的故事。这些并非实体星辰，而是其他文明的显化。它化作的土壤和规则，而我们以及后来所有生命，都是在这片土壤上生长，并反过来滋养土壤的故事，永不终结。灾难的伤痕终会平复，而关于抗争、守护、包容与创造的故事代代新生，永不停歇。我或许不再显圣，但当你仰望星空时，当你于绝境中选择希望时，当你鼓起勇气去理解一己，去创造一个更好未来时，我就在那里。